哎，大家好，我这2天又开始过敏了，眼睛肿到睁不开，开不了 Uber。我每次过敏都感觉像是得了流感一样，发烧，免疫系统关机，严重时下不了床。我每天即使不过敏的时候，也要吃多种过敏药，就是为了防止这样过敏发生。但还是频发过敏，我已经做了很多次过敏的皮检，但是医生是完全查不出过敏源。不能开网约车的日子呢，也就没有收入。所以今天我就坐这里，一边逗猫，一边跟你们聊聊天吧。我目前呢有3只猫，这只是我最爱的猫咪，叫 Susie，很可爱吧？既然病了不能工作呢，那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个美国人很真实的烦恼：当医疗保险不报销的时候，美国人到底怎么处理那些超级贵的手术费用？其实呢，这话题是前几天的一个新移民朋友问我开始的。她朋友的丈夫牙齿全部烂掉了，要做那种叫 All on Six 的全口植牙手术。他就问我纽约做这个要多少钱，有没有比较便宜的地方？我当时听到就笑了，我就说你想听真话吗？纽约曼哈顿这类手术术后护理啊、回访全部加起来将近10万美元跑不掉，对，就是10万美元。如果说美国一套房子的平均价格是43万美金的话，这口新牙齿足够付20%的首付，买房首付外加过户费，真的不是我夸张。我另一个朋友是个美国人，很多年以前去纽约问过医生的报价，那个时候就已经是7万美金了，而且还不包括术后的某些费用。现在物价涨成这样，我完全不怀疑已经接近10万美金了。但是同样的手术在墨西哥呢，当时我朋友做的牙齿只花了2万多一点，是不是差很多？7到10万跟2万多差3到5倍。我第一次听也觉得，难怪最后这些美国老外真的都去了墨西哥做手术，因为价格根本就没得比呀。很多人不知道，美国牙科保险呢，多数是根本不保这种大手术的，除非是特别贵的那种私人保险，就是每月保费就付几千刀的那种，或者是极少数的大厂才能提供这么好的牙科保险。像 All on Six、All on Four 这种一口牙全部重建的手术，普通牙科保险是不会保的。这是类似于一种牙齿美容类的手术，而非疾病类的手术。那美国人要植牙的时候怎么办呢？多少人能一次拿得出这好几万美金，将近10万美金呢？那就飞去墨西哥呗。植牙手术后呢，每隔1到2年去墨西哥旅游，顺便去找这个同一个医生洗牙或者是修整的，也多数都是免费的。我朋友的牙齿是做了以后，墨西哥这个医生呢是要给他免费保修一辈子的，而且不只是牙齿。像美国最流行的减肥手术啊，胃旁路 （gastric bypass）、胃袖减肥手术、切胃手术 （gastric sleeve） 也是贵的要吓死人。美国纽约这里呢，做一次要3万美金到5万美金不等，切胃手术，这是很久以前的价格了，现在肯定更高。而且呢，要非常超重的人，非常超重才能在符合美国保险报销的条件，比如说体重超过300磅啦，否则呢，在美国这种切胃减肥手术是全部自费的。但是在墨西哥做这种手术呢，目前全加起来也是还不到1万美元，大概是在8000美金左右，而且是除了机票外各种费用全包。去墨西哥做手术的必须购买国际医疗保险，几十到几百美金，一般的是包含在墨西哥医生给你的总报价里面的。假如虽然说可能性很小啊，术后出现了出血、感染或者是并发症的，这个保险呢就可以让你免费在墨西哥术后住院几个月，直到你康复为止。可以保50到100万美金的住院费，甚至保更多，这个是按需购买的。很多人不知道，每5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曾经超重到需要做这种切胃减重手术的，所以这在美国是很普遍的需求。随便走在大街上的美国人里，挑几个都有可能有做过这种切胃减肥手术的，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说到整形手术呢，我当年有一个一起来留学的中国的同学，他就在
纽约的曼哈顿找了一位韩国的整形外科医师，做了隆鼻手术、双眼皮和开眼角手术。他的耳软骨隆鼻的手术效果是不错的，他很满意。但是双眼皮他就不太喜欢，因为他说闭眼睛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他都会看到有一条浅浅的疤痕。当年呢，他这两项手术一起做的时候，他花了1万美元出头，但那是10年以前啊。现在你让我估算，估计绝对要接近2万美元了。这两个手术，那同样的手术在墨西哥呢，也可能只是纽约的1/3而已。不过我同学最夸张的是，他已经完全记不起那个医生的名字，他只记得一件事，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帅的韩国医生，长得像电影明星。因为我最近有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位整容医生的名字？我想在视频里分享。他说他真的忘了，但是你去曼哈顿，纽约曼哈顿找最帅的那个年轻的韩国医生，肯定就是他了。所以纽约曼哈顿目前呢持有医生执照的韩医的整容医生总共不到10位。所以找一位特别帅的帅哥医生也不算太难了。我觉得华人面部整容还是多花点钱在美国找，比如韩国医生或亚洲医生做，因为呢，外国医生的审美跟亚洲医生是不一样的。至于身体整形，比如说丰胸手术，还是可以去墨西哥做的。我个人去墨西哥的看医生是绝对不会听别人推荐的，我从来不相信别人说这个医生多好，我会自己做功课，我要看医生的名字，而不是看医院的名字。我会上网，比如说 Reddit 论坛去搜 Google Review， 我只会看医生的差评，看最烂的医生的评价，看别的病人都踩过什么雷。我一定会到墨西哥的一些学术大学的网站上去找做过上千例该类手术的经验医生，并且一次都没失败过的那种医生，因为健康是你自己的，出了事只有你自己负责。很多人会问墨西哥医生靠谱吗？他们都有执照吗？当然有了，美国那么多本土的美国人敢飞去墨西哥做，就是因为那边的医生的经验量更大，他们做过病人的案例相对更多，收费却只有美国的1/3、1/4、1/5，而且美国做这些手术那么贵，也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嘛。你只需要就说飞去加州，大概机票几百块钱，陆路进去墨西哥到提亚瓜达，出租车 Uber 都可以。如果你不喜欢的是不需要一开始就直接飞墨西哥的国际航线的，你必须要记得带新版的驾照 Real ID。绿卡也是必须的，不要带手机里有敏感资料的照片或者数据就好，手机里边的 data 必须要删干净。其实流程比很多人想的要简单很多。我自己是去过墨西哥坎昆2次，一次是参加我男友的 sister 的20年的结婚纪念，另一次呢是去旅游的。我的感受就是墨西哥街上的人呢比美国街上的人还要友善，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人身安全的，就是说住在酒店不出门就好了。去大城市看医生，不要去乡下。手术完的住在医院附近的手术完住在医院酒店附近的酒店，不要出门就好了。有些酒店也都是包吃的。只要你不半夜在荒郊野外乱跑的，其实去墨西哥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朋友那次做的是叫 All on Six，医生说的是1年之内牙科手术，医生说的是1年之内是分几次付完2万多美金就可以，不需要一次付清。也就是说去墨西哥做手术不只是便宜，还压力会更小一些。我想声明的就是说，我这个视频呢绝对不是建议你去墨西哥整容整形，或者是去曼哈顿纽约整形 OK， 我这个视频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一位医生的广告费 OK， 不是什么推广啊，也不是带货，都不是我这个频道里没有公布过我的任何的邮箱或者是联系方式，没有任何的厂家能够联系到我帮他们做推广大家可以去看。最后呢，我知道我长得很丑，但我是这么安慰我自己的。再过10几20年，当 AI 机器人医生开始取代真人的外科医生的时候呢，
整形手术就便宜的像洗牙一样，速度又快又精准。到时候全亚洲的女人呢，可能都会整容成同一个AI 完美建模脸，比如说像 Angelababy。而我爸妈呢，生给我的这一张呢，丑归丑，但是它是独一无二的。等未来所有的女士都变成复制脸的时候，我这张很丑、不完美的瑕疵原版呢，反而会变成最稀有的限量版。好了，感谢观看，那我们下次再见。